嗨，大家好，我是 Mark。前段时間我在这个 Reddit 上面看到一个帖子討論，他說美國這邊的很多 baby boomer， 他們年紀大了以後，要麼是退休，或者是他們死掉以後呢，就大量的這種帆船要賣。然後呢，現在會開帆船的，然後包括說是對這感興趣的人有越來越少。所以他那個船的二手船的帆船的價格就變得很便宜。我也發現是這個趨勢，就是隨便小幾萬美元你就可以買一艘維護的很好的二手帆船了。你現在買一輛好的這個新的車都要個7-8萬美元。你別說現在我看有些帆船就是5000美元，當然是上世紀70-80年代的船了。5000美元可能太便宜了，但是我看很多船，我之前在網上給大家看船的時候也是小幾萬美元你可以買一艘質量很不錯的這種帆船了。但是現在呢，船是很便宜了，我覺得就是市場供需的原因。停船可能你要自己想辦法，剩下就是你怎麼開這個東西，因為它是帆船是有這個 learning curve 比較高的一項技能，所以就是你怎麼學，要麼你去上課，是 ASA 101、103，但是呢，這個課也不是說你哪裡都能上得到。一是跟這個季節有關係，而且他們這個課每年這個就招幾個人，但他時間也比較有限，所以這為什麼我今天想做這期視頻。OK， 然後我是在這個 Paul Washington 這個操作，然後當時把整個這個都記錄下來了，然後我今天就把它編輯以後做成一期這個課程，就希望大家看完以後呢，你就可以一個人拿到一艘船，把它就開走。我們就開始吧。今天我想做一期這個帆船的教學視頻，就是教大家怎麼用前帆 Genova 來 sail。然後這個用 Genova 這個前帆開呢，又叫 lazy sail。為什麼叫 lazy sail 呢？因為比較輕鬆，不像這個如果是我要用這個主帆的話，我就需要把這些繩子全部解開，然後再把帆升起來，就很費勁，還有收帆的時候也很費勁。但是我就用前面的那個前帆來開的話，就會比較輕鬆一些，特別適合單人操作。所以我今天就是目的想要跟帶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有一艘這樣的類似於我這樣的帆船，你要怎麼用前帆把它開走。我會待會兒在那邊的那個港口那一側那邊去，我先會用發動機開出去，然後在那邊再把這個前帆打開，然後跟大家演示一下怎麼操作。我上一期視頻有一期我是講關於繩子解釋繩子的視頻，上面提到過前帆其實只需要用3個繩子，一個是這個是 furling line， 一個是左邊的這個 sheet， 還有右邊的這個 sheet。我待會兒就會用這2個 sheet 來控制這個前帆，然後帶大家操作一下，算是一個小白教你開船的視頻。所以我先做一些準備工作，比如說先把我這個手套戴上。然後這個是風速表，大家看現在大概是5節到6節，還蠻適合訓練練習的一個風速。那我們今天就大概在那邊那個港口開一下，先去檢查一下前面的這個，像這個艙蓋，我中間這個艙蓋可以開着，但是如果我要用前帆的話，我就需要把這個艙蓋關上，因為怕有些繩子會勾到這裡。比如說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地方你看都有這個 tape 裝上，就是因為怕這個繩子它在 tacking 的時候會刮到這裡，所以有些尖的地方就拿這個包住。然後我待會兒會來把這個 mooring 這個解開，現在先把這個解開吧。
OK， 我解開了一個 mooring， 但是呢，我左邊這個還在，所以就不會跑。這個船只要有一個扣着就行了。先把這個弄到左邊來，对，我待會兒再把這個解開。之後是要把發動機打開。先把我的這個 GPS 弄出來。OK， 我看看現在還需要什麼。現在就是發動機。首先跟大家看一下這個發動機怎麼開。這個就是發動機，先把這個油門打開，然後摁這裡。OK， 這個發動機轉起來後，一定要看這個後面，大家一看這個後面有水出來才行。這個很關鍵，每一個船都是一定要看有水出來，因為這是冷卻的，是冷卻水，它用海水冷卻。OK， 我這個發動機是正常工作的。現在呢，我就要去把前面那個 mooring 解開，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出去了。哎，去把那個解開。啊，这还有这个虫，很讨厌的虫。OK， 现在打開了，解開了 mooring， 準備走了。先倒一下。这是 Pump Out Boat 過來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浪，如果有浪要切過去，這是開船一個非常重要的技巧。就是如果有側面的浪過來，你要把船頭轉過去。從它那個浪上面貼過去，這樣你的船就不會晃來晃去了。OK， 現在我們就往那邊開，開到空曠的地方，我就把前帆升起來。OK， 我现在開到一個比較空曠的地方了，還有右邊這還有一艘船，我過去就沒船了。我從那邊開過來，開過來以後，我準備在前面的那個空曠的地方演示一下我怎麼操作這個前帆的。這地圖我現在在這裡，今天就在這裡試開一下。OK。現在我開到 Port Washington 裡面這個比較船少的地方，我們今天就在這裡這個教學練習一下。然後現在呢，我準備要把這個前帆打開，我看跟大家講解一下。我先把這個速度降下來。然後呢，大家看現在這個是風速表，現在風是在這個方向的。現在是大概6節到7節，
所以呢，我们待會兒就會用這個 sheet， 風在左側就用這個 sheet 來拉，風如果在右側就用這個 sheet， 這個就叫working sheet。所以我現在先把這個發動機速度慢下來，然後把這根繩子鬆開，因為這個要。先把這個 furling 這個 line 這個繩子鬆開，準備要把它鬆掉。這個鬆一下。然後現在開始拉，大家看前面那個前帆，它就慢慢的就被拉出來了。我先把这边这个弄上，这个拉紧了，然後再把這個扣上。OK， 大家看，現在我就已經把這個前帆給拉出來了。然後呢，這個拉出來以後需要做一個 trim 就把它拉緊一點，或者是就這樣再拉一下。OK， 這個時候帆已經就前帆 Genova 這個就弄出來了，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風現在還是在左後方啊，所以我們風從左後方吹，這個前帆是這樣的。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去把發動機關了。我這個發動機關起來也很費勁，要跑到這個地方來關。OK， 現在就是純靠風了，就比較安靜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這個風向是從左後方過來，所以我這個帆是在右側，然後右側的話是靠這根繩子來給它拉上，所以這根右邊這個叫 working sheet， 左邊這個呢這個就完全鬆開。這是完全鬆開的，然後這裡這根把它綁住，就這樣就可以了。這樣就是在 sailing 了，就 lazy sailing， 用這個前帆 Genova 前帆 lazy sailing。然後我們往前大概開一陣子，我們會往左邊再轉一圈回來。大家可以看那個 Genova 那個前帆上面有些那個繩子，紅色和綠色的，那個叫 tail teller。tail teller 一般就是用來看你這個帆這個形狀好不好的這種一個指標。如果是風大的話，它會飄起來。現在因為風太小了，所以沒什麼變化。它理論上是應該往右就後方順着一條直線的飄，那就是你這個帆就 trim 得很好。然後我待會兒有一個操作，就是到了前面，我要往這邊的話，它有一個叫 jibing， 因為這個風會從這一側打到這一側。jibing 的話，等於從這一側到這一側，我就要把這個鬆掉，然後拉那根繩子。
如果風從這一側到這一側就叫 tacking， 也是要換这个繩子。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用一根繩子来把这个前帆拉住，让它的方向跟風的方向是相反的就行了。好，大家看我现在这个速度很慢了，大概1.7节，不到2节，因为風很小。然后我要再注意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太淺的擱淺的地方，也不能太靠着岸邊。但是目前這裡可以啊。然後這裡顯示水深是17節啊，17個 feet 在這裡，所以沒問題。風速是維持這個方向的。這裡就是風從這個左後方吹過來。今天這個風很小，5、6節，所以很適合出來練習，還有包括我現在拍視頻教學什麼的。把繩子整理一下。這個放在這裡，然後這個待會兒要拉的這個，待會兒 jibing 或 tacking 的時候要拉這根繩子。就看大家，我們從那邊已經就靠這個風就飄到這裡來了。我再跟大家講一下什麼是 tacking， 什麼是 jibing。tacking 就是你的風向從這裡到這邊，或者從這裡到這裡，這前面的時候你要做 tacking。jibing 就是風從這裡到這裡，或者從這邊到這邊的時候要做 jibing。所以待會兒我要往左邊轉的話，風就會從這裡轉到這裡。風應該是，對，我當然往左邊轉的話應該是 tacking， 所以那就很簡單了。我待會兒是要做一個 tacking 的動作。去拿點水來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個那個黃色的那個浮標，我們在那裡繞一圈就往左邊過去了，前面繞一圈。所以現在就是 sailing 了 ，sailing 就是這種感覺，就非常的安靜 ，peaceful。現在我們看這個風向在這裡，所以我現在開始往左邊轉，所以這個風往左邊轉以後，風就會知道我的左側，大概會到這樣。所以我現在開始慢慢的轉向。這是我們在地圖上的一個 tracking。所以就是還是之前說的，如果風都在你船的左邊這一側的話，你這個帆就會都在右邊，就像這個然後用這根這個 winch 拉着。如果風在右側的話，那就帆就在左側，然後用那邊那個 winch 再用力。OK， 大家看，我現在轉到這一側，所以這個它的這個風向也會變到這個方向。我們今天試着在這個地圖上面走一個 figure 8，就是8字形，練習一下。好，大家看，我現在轉過來以後，這個風向就要靠近這裡了。我待會兒再往這邊轉，我就需要 tacking 了。我待會兒要跟大家演示一下 tacking 是怎麼操作的。現在稍微有一點風了。tacking 的話，如果我從這裡 tack 到那邊的話，剛好就是90度，我會往那個方向走。所以我打算再往前面再過一下，可能過了那個前面有一個 mooring board， 然後我就這樣過去。
tacking 有時候要注意一點，就是要保持一個速度。如果速度很慢，可能有時候就沒法 tag 過去。特別是用 Genova 這個前翻開的時候，如果主翻就會好一些，但是前翻有時候這個速度太慢也很費勁，就沒法 tag。好了，我要開始 tacking 了。tacking 的時候，我就先把方向盤往左邊打到中間，那個翻到中間這個一瞬間，我需要把這個鬆了，然後把這個翻打到左邊，然後拉這根繩子。我看看現在可不可以操作這個東西。先把這個拉一下，然後呢，我現在先往左邊轉。大家看這個風，待會兒到中間的時候，我就開始換繩子。OK， 我現在準備要把這個鬆開。没 tacking 過去，這就很煩了。我要來拉這邊這個。这就有點丟人了，沒 tag 過去，我看看應該怎麼操作。先朝這個方向開一下，然後呢，現在速度有了，剛才是沒速度，然後開始轉彎，左轉。剛才可能我轉得太慢了，我這回稍微快一點。OK， 終於過來了。哎，這回就太過來了，但是要吹滅一下。所以现在我又往前面走直線，到前面那裡以後，我再這樣繞一個右邊一個圈再回來，所以地圖上有點像一個八字形 （figure eight）。剛才 tacking 有點費勁沒弄好。這次我們待會兒我到前面以後再往這邊看，這次 tacking 能不能順利一點。現在風稍微大一點，大概7.7節。待會兒再試一下。我其實也是很久沒練，所以有些生疏了。好了，我要準備再來一次
往右邊的 tacking 了。我先等這個船的速度先起來一點，有個慣性，這樣我才能 tag 過去。有時候太慢，沒法 tag， 所以我再往前再走一下。现在風速7.4節，地圖我們在這裡。好了，我现在要開始 tacking 了，往右轉，趁着還有速度轉起來。OK， 這邊這個松了，把這個。这回又比較成功的 tag。有時候就是左右兩側這個繩子要配合，所以有時候這個經常是2個人操作，一個人負責鬆，一個人負責拉。然後 tag 到左邊，大家看這個風向又在左側。這個就是怎麼 tacking 了 ，driving 也是一樣的，也是就是這兩側換。然後現在我準備要 driving 了 ，driving 意思就是。大家看，這個風現在在這裡，一會兒往右邊偏一點，這個風就要打到這邊來，所以就是風從一側後面吹一側到另外一側的時候，有一個這種方向的改變。那現在風基本上是停了，感覺都沒風了。沒關係，我們先往這邊挪吧。我現在往右轉，這個風在左後方。OK， 把這個鬆了。鬆繩子，这个大家看也算是 driving 過來了。driving 完以後，然後再稍微的用這個 winch 把它拉一下。具體拉多少，就要看你這個風向的變化。如果是 broad reach 就放開一點，如果是 close haul 就把它拉近一點。所以我現在這個 figure 8寫完了。大家可以看，寫得很難看這個 figure 8，但是也算是走了一個8字形。
再trim一下。这就是 practice 啊，反正今天风很小，就适合 practice。这就是我們今天這個練習的這個位置，大家看，就在這裡，走這個黃色的線路。然後待會兒我會再跟大家講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怎麼把這個前帆收起來。前帆收起來的時候呢，就是要正對着風。把一個船開到正對的那個風的方向呢，把左右兩個 sheet 都鬆開，兩個 sheet 鬆開以後，然後就拉那個 furling line， 就把它捲起來就行了。待會兒我跟大家演示一下。然后那個時候還要記得把發動機打開，因為你要，你把帆收起來就要靠發動機回港什麼的，所以剛才忘講了。大家看，現在突然有一陣 gust， 這個風快到10節了，剛才9.5節，所以我船一下子有點傾斜。但它這個就是 gust 啊，一會兒就沒了，所以大概就是持續這麼幾秒鐘。現在是8.7、8.8節，這個時候還蠻爽的。好，現在風小了，變到7點幾了，所以就是有時候這個海上就是它這個風向會不停的變換，還有風速也會不停的變換，特別是在這種港口這些地方。OK， 我現在準備要收帆了，我現在開始演示一下，我先把發動機打開。我把它放到前進吧，很慢的前進。然後我現在把這個船還是 neutral， 我現在把船頭準備對過去，對到用發動機對準，然後把這個鬆開，拉這根繩子。拉这根绳子 furling line， 大家看好了，这個就是收帆的操作，但是這些也要鬆開，這個繩子要全部鬆開。就2根 sheet 都要鬆開，然後呢，使勁拉這根 furling line 就行了 ，furling line， 最後把它向這兒捆好。這樣就收好了，把這個收一下。OK， 大家看今天的路線是這樣的，在這裡繞來繞去的，然後現在用發動機開回去，基本上就是一個用這個前帆 Genova 來開這個船的一個操作。
然後今天講了一下怎麼把它升翻和這個收起來，其實就是靠把這個鬆開，然後拉這2根 sheet， 收的時候就把 sheet 鬆開，拉那根 furling line 最邊上那根繩子就收起来了，然後再根据風向，你再控制左右的 sheet 来調整这個前翻。所以基本上其實這個是比較簡單的，像我這個船操作比較簡單的方式，所以叫 lazy 這個 sail。它不像這個主帆，如果我要用主帆的話就很麻煩，我要把这些打開，然後再拉起來以後收的時候還要再把它包起來，也很費勁。所以就是，但是有的船它的主帆很簡單，也是那種 furling 的，就是有一個捲線器把它捲進去捲出來的，那是比較很多新的船會有這個 furling， 這個主帆也是 furling 的，但是我這個就沒有，我這是最原始的，但是也是比較最 original 的這种，所以這個你會開，基本上其他的那些帆船也應該都會開了。我也是很久沒練了，然後剛才表現有點生疏，第一次 tacking 的時候還沒 tack 過去，又 tack 一遍才過去，所以有時候 tack 就要有一個速度，然後你 tack 的時候动作要快一點。然後希望這個視頻能幫到你吧，然後一個也是比較簡單的這種，我也不是很專業的這種帆船教學的一個視頻，然後希望大家喜歡，然後請大家還是記得點讚、留言、轉發、關注，然後之後也會再繼續根據大家的這個反饋做一些相關的視頻。下期再見，拜拜。